魏鳳和、李尚福两个原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都被中共国的最高军事法院判处了死刑，缓刑2年执行。如果2年后没有重大的犯罪行为改成无期徒刑，也必須終身监禁，不得減刑假釋。那這2個人的命運呢，其實呢，應該是目前中共國軍隊絕大部分主要將領的真實寫照。從數據來看，現在中共國目前軍隊的高級將領基本都跟這2人一樣，都是類似的歸宿。根據《紐約時報》的統計，截止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僅僅是2023年第一季度之後到2026年第一季度2年期間，中共國中央軍委的職能部門掌控戰區的司令、政委、國防部長、武警或軍事院校的首腦，已經有30餘名上將和一些中將都被逮捕或失蹤了。目前確認的2年期間，這些高級將領確認還在履職的2年間，就4個人：張生民、東部戰區司令楊志斌、中部戰區司令韓勝言，還有國防部長董軍。而且這4個人裡，張生民、董軍也多次被傳出正在撤職查辦的過程中。而且國防部長呢，過去這個職務呢，在中共曾經一度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才能擔任的。現在這個董軍連中央軍委到今天都沒有能夠進入。張生民、楊志斌、韓勝言、董軍。那剩下的人呢，那就要說一下張又俠、何衛東、李尚福、劉振立、苗華、林向陽、秦樹同、袁華志、李玉超、王厚斌、王春寧、張紅軍、何鴻鈞、王秀斌、王任華等等。都是落馬的，抓的都是抓的我就不說職務了因為太累了。像什麼王文全、李鳳彪、王強等一堆是年齡沒到就被強制免職退休的，還有大量的人，像什麼劉青松、吳亞楠汪海江、黃斌、鄭玄什麼徐德慶、什麼李喬明這是陸軍司令陳輝陸軍政委，胡忠明海軍司令，常丁球空軍司令什麼郭普孝空軍政委等等徐熙盛、徐忠波、徐啟靈、徐學強巨干生、李毅偉、蕭天亮什麼楊學軍、林環境，一堆人都是失蹤的。後面呢，蕭天亮是國防大學校長，楊學軍是軍科院長林煥新是軍科政委等等，都失蹤了大家看見沒有？中國的牛逼吧？中國牛逼吧？也就是2023年到現在，大家想3年時間，說錯了，3年時間中共各部委的將近50名中共軍隊的核心將領中，目前只有4個人還正常在位，也就是說，超過90%的中共軍隊的核心將領或者落馬，或者失蹤，或者被提前退休，全都不幹了。雄安新區為什麼爛？建立世界上講了多少回？看看以前的視頻吧。就這種問題不想回答，以前視頻講過這麼多次了，在這個月都講過。就是你看看國外所有城市出現的原因，聽得明白了嗎？看看國外所有城市出現的原因，就明白了。就這種傻逼，沒有任何城市可能出現在這個地方的原因，沒有礦藏，沒有人員，沒有商業機會，沒有條件，不聚集。硬在這兒蓋一個城市，你不是傻逼嗎？在歷史上這種東西都是荒蕪的呀，都是荒蕪的呀。不解釋了，就是建議你們好多問題的一定要看看以前的，別這麼浮躁，別這麼浮躁。我這些問題你說講的多透徹呀，還問好吧？好，中共90%的將領都沒了。那麼歷史上跟大家講，出現這種情況，結果是什麼？這個國家所有的軍隊就得毀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核心將領的消失預示着什麼？你們看看岳家軍，岳飛沒了是什麼？戚家軍，戚繼光沒了是什麼？曾國藩的湘軍頭沒了是什麼？包括當年的蔣介石，把軍隊的高級將領換了的部隊跟共產黨打仗，
你看還有戰鬥力沒有？所以告訴大家，這就是標準的規律，也就是軍人能夠去打仗這件事兒啊，當兵的去打仗，甭管他是哪種軍人，大家記住了，他某種意義上等於什麼？等於去送死了，沒死是幸運的。去打仗，朝鮮死那麼多人，就是去送死了。对呀，到俄罗斯，送死行為得到的回報是什麼？大家想想，你去当兵打仗，就是沒有商業價值的那點軍功和一點點的撫恤金。那我問大家，什麼條件能讓你去送死？就是軍人這個職業，一旦真涉及到戰爭，是一個極高風險和低回報的職業。你願意參與，還願意在打仗的時候衝在前面，記住了，一定不是表面上看的，必須是深厚的情感因素和精神信任因素。正常社会的雇傭關係也好，行政上的效忠也好，記住了，幾千年都不可能讓軍人或任何人去心甘情願的送死。所以全世界的軍队裡，在軍事院校會告訴你，軍隊形成戰鬥力的最關鍵的詞彙叫小團隊凝聚力。記住這個詞兒，小團隊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必須是自發的，任何出於被迫或誘惑等原因上戰場的军人，肯定都會陷於博弈論的困境或信任崩塌的局面裡。也就是這時候大家都會怯戰，都發揮不了真正的戰役，都希望別人衝在前面替自己送死。所以我們在職場上工作過的人知道，一個人在職場上用100%、120%的幹勁去做事兒，還是20%的幹勁去做事兒，最終的結果差距會有多大？何況是槍林彈雨中拼命努力去衝在前面打仗，和躲在後面希望別人去打仗，這兩種部隊的戰鬥力差距有多大？那現在的戰爭是很文明的，投降後受到的待遇總歸比戰死或受傷強很多。所以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願意打仗幹到死而不是投降？因此戰場上記住了，小團隊小团队很重要，凝聚力。戰爭的邏輯，軍人送死的這個邏輯，不會因為武器上的差距就減少了。美國和伊朗這次戰爭大家看見了，兩個國家的武器裝備差距特別大，但是仍舊会有美國的戰鬥機被擊落，仍舊有救援的飛機像 A10會墜毀。打仗就等於軍人會去送死。人類歷史走到今天，是没有人会質疑這一點的。那麼軍人願意赴死的，講這個小團隊凝聚力，在全世界所有的軍隊裡面都是戰鬥力核心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大家發現在现代戰爭的歷史上，最爛的一些部隊是什麼軍隊？你們見過，比如意大利的軍隊，比如說南朝鮮當年的軍隊等等，武器裝備都特別棒，結果都是全世界戰鬥力最差的，就是因為這些軍隊中小團隊凝聚力特別差。比如意大利軍队就沒有那種一起訓練、一起長期鏖戰在一塊的感情，所以這個軍隊到現在都超級菜。體制決定1896年帶着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意大利軍隊在非洲和埃塞俄比亞的土著發生戰爭，結果被土著打得屁滾碎流，幾千名士兵死亡。二次大戰意大利去埃塞俄比亞展開復仇之戰，繼續跟土著大戰，動用了飛機、坦克、重炮、各種機槍，最終依靠大量使用化學武器，也就是釋放芥子毒氣，不光对埃塞俄比亞土著使，而且对橋梁、河流、村莊都進行了大規模投毒，才得到了慘勝。就大家想想，如果沒有戰鬥力，你武器裝備有個屁用啊！還有南韓的部隊，二戰結束之後，在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實施仁川登陸之前，
對抗北韓部隊也是被打得屁滾碎流，輕鬆丟掉漢城，大量的部隊海量，人數超過北韓的南韓部队，武器裝備都是美式的部队，被擠壓在釜山的防御圈，朝鮮半島東南的一個小區域，差點被北朝鮮擠到海裡。記住了，都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小團隊凝聚力。所以打仗，记住，武器裝備不重要，仗是人打的，打仗就是赴死，军人全怕死，全不干，全躲着，根本不可能打赢。那讓軍人赴死的核心原因，就是团队内部小团队產生強烈的情感綁定，身份認可，形成堅定的命運共同體。所以全世界軍隊各種小團體，戰友文化、老鄉文化、師徒關係、榮耀、傳統榮耀的感染等等，都是用來對抗人天然怕死的這種本能的。全世界軍隊戰鬥力的關鍵，小團隊凝聚力。那麼這種景象在軍事院校中叫做什麼？叫全世界所有軍隊無法避免的軍閥化原因。什麼叫軍閥化？就是軍隊上下級形成緊密的裙帶關係，情感交融，信任依賴，這些體系的總稱。一個將領升遷以後，下面提升上來的基本全是他的小團隊成員，他的小團隊成员当了官以後，他再提升的是他自己的小团队成员。这样緊密的軍閥化就會讓軍隊由於感情、精神信任等因素擁有強大的戰鬥力。所以大家就理解為什麼能打仗的部隊都是同吃同住，長期編組，集體訓練，固定單位對抗。軍閥化的好處就是軍隊的軍人從最高到最底層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周圍這些人和自己的軍官領導自己的這些人都是可以依靠的集體，能夠滿足自己各種要求，為了這個團隊的這種情感、精神、信任等可以送死。但是軍閥化的副作用就是只相信人，山頭林立，相互包庇，不同山头間會出現內鬥，這會影響軍隊的整體戰鬥力。所以所有現代化軍隊都是盡可能在軍閥化和整體控制、國家控制之間找平衡點。具體怎麼做不說了不是今天的主題，大家先明白小团队凝聚力跟軍隊戰鬥力之間的直接關係就好了。中共國的軍隊也是一樣，所有現任的各軍兵種、軍區、院校的領導跟下屬的各基層骨子裡都是軍閥化。這些人通過戰友關係長期融合，互相提拔，上下級默契，共擔風險等等，形成了老領導帶下面，系統看出身，山頭交叉的一種密集的網絡。那這個就是讓自身能力很差、沒有自信的傻逼習近平最擔心的一點。他希望中共的軍隊都能對他100%的效忠，中共的話叫做政治忠誠度。所以他當了一把手，中央軍委以後，中委主席以後，努力的就是讓中共國的軍閥化徹底消失，小团隊消失，所以拆了所有的軍區，重構了各大軍兵種，讓絕大部分中共軍隊的主要領導全沒了，抓了也好，被死亡也好，被提前退休也好，反正都沒了。那這樣的呢，中共國的軍閥化表面上就減輕很多。但是中共國的軍隊是從建國前打仗到現在上百年形成的小团隊凝聚力的模式。所以現在这個傻逼習近平拆中國的軍隊，幹掉的僅僅是90%以上各系統的最高領導。可是要達到他的忠誠度，難度很大，因為要去查就會發現作戰系統中95%甚至99%各節點的軍官都是被他自己幹掉的那90%的領導直接或間接提拔上來。
你現在要怎麼辦？要不要繼續抓，還是不抓了？對呀，你要怎麼辦？這些小團隊因為你把他上面的領导抓了，已經出現了極度的逆反，情感、精神、信任都呈现了焦慮狀態。你怎麼辦？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傻逼拿到張耀俠以後，到今天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軍區或軍兵種跟隨中共的中央軍委啊、解放軍報等等進行表態。因為你表面上拿的是张耀俠，但是你要拿裙带就會發現軍閥化就會發現下面大量的軍官都是張耀俠的裙帶，再往下還是裙帶，他們之間一個一個形成的小团队凝聚力，是遠超過所謂對傻逼習近平要做的政治忠誠度的。那這個傻逼要把絕對對黨忠誠這個事做到底，那就得拿掉所有被這些領導小团队提拔起來的各级領導。那在中共軍隊裡不清除幾十萬人，肯定是做不到的。就是讓剩餘的人表面形成对党忠誠，也做不到。但是清除几十萬人，這是絕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他只能幹什麼事兒？他只能把現在留下來的領導不斷的舉辦學習班，參加學習，不斷的強調中央軍委負責制，不斷的用自己提拔上來的對自己表忠誠的軍隊的軍紀委、監委和其他政法委的年輕幹部去監督所有的上下级這種領導，把軍隊内部都打散了，用各種嚴酷的手段來彰顯自己的軍法。比如說這次对2個國防部長都判處了死刑，讓軍隊现有領導明白，對我這個習近平傻逼不忠誠，你就會獲得比打敗仗還嚴重的後果。只是講了半天的問題咱們都明白了，這將是一個沒有小團隊凝聚力的軍隊，你就沒有他媽戰鬥力。你讓人家軍人去戰場上用生命赴死，給他的是对傻逼習近平的忠誠度，那是一點可能都沒有。曾国藩的湘軍那麼短時間內老百姓能變成有戰鬥力，就是因為湘軍採取的是父子兵、兄弟將、同鄉帶同鄉的模式，完全血緣跟地域紐帶，所以老百姓能展現出比所謂職業軍人還強大的戰鬥力。你不努力打仗都是老鄉，回自己家鄉會被同鄉唾棄，巨大的社會壓力和精神羈絆，小团队凝聚力，這他媽是湘軍有戰鬥力的關鍵比所謂對大清要忠誠，對湘軍來講什麼恐怖軍法處置那都有效的多所以前面講了，全世界能打的軍隊都是軍事主官帶領下一幫人一起生活，同吃同住，魔鬼訓練，人為的制造出一種不是兄弟勝似兄弟的逆血親關係的部隊。美國100年來最大的戰爭失敗就是越南戰爭，那是唯一一次美國軍隊採取了叫個人輪換制作戰的戰爭。參戰的士兵服役滿了，時間到了就回國，不管你什麼樣。結果作戰人員跟基層軍官走馬燈一樣換，大量的軍官和士兵之間沒有任何信任跟情感，不斷產生衝突。畢竟自己上戰場要送死，一個陌生人只會讓自己送死，我聽話很困難。所以當時越南戰爭出現了大量美國軍隊中士兵從背後向軍端扔手雷的情況。這個作為越南失敗的案例，現在已經是全世界著名軍校的典型案例了。失去了小团隊凝聚力的軍隊，沒有戰鬥力，全世界軍隊的共同認可。不再深度講了，我講這兒已經大家都明白了。習近平要求中共軍隊100%對他忠誠，那鏟除了所有的軍閥小山頭，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跟豆腐渣一樣，啥都沒有。目前中共的軍隊不要說打台灣了，任何規模化的武裝衝突都應付不了。政治的絕對忠誠要求軍人必須去私人化、去感情化、去信任化，政治的絕对忠誠。那他媽又沒有感情，沒有信任，誰願意去送死表面上對你的服從，但是我真的就因為這個服從，我就為這點工資，給我這點榮譽，我他媽就去送死嗎？習近平更傻逼的是一點是什麼？就現在你感覺這次判處2位國防部長死刑
殺雞儆猴看，展現对他政治不绝对忠誠的後果，但是很愚蠢，就是他這麼幹的結果，給下面產生的結果，那下次中共真的給軍人武器的時候，這兩位國防部長和他們關聯的整個體系的小團隊，多少人有深厚的感情和信任度？習近平給他們判死刑，得產生多大的一個仇恨？估計那就出現的不是背後給領導扔手雷這點小麻煩了。美國當時給領導扔手雷的士兵，因為軍官是陌生的，沒有積怨，可能就是臨時的衝突就幹了。現在不一樣，習近平幹掉了這麼多人，再派這麼多政工幹部去底下監督監控，那底下形成的積怨不知道多少。所以到那個時候，別說扔手雷，扔導彈都是批量化的扔，應該是常態。我這次應該講明白了嗎？就為什麼我說習近平很傻逼？就戰爭中再先進的武器也是掌握在人手裡。对呀，任何打仗的軍人都不可能跟你傻逼習近平有什麼私人感情。可是这些人对于对他有知遇之恩，甚至于救命之恩的老領導，那是有深厚的感情。幫過忙扛過雷的這些老領導，那是絕對有信任的。所以如果比如說我或者我的家人被傻逼習近平迫害了，那我內心一定充滿了仇恨。這個時候有機會，我掌握的武器越先進，仇恨的機會就來了。好吧，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這一次習近平超級傻逼，他應該對這兩個國防部長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對底下他所有這些小團隊有一個安撫性的作用。你因為張友俠你都搞得這麼激烈了，軍隊都他媽要給你翻了。所有的軍人，你有沒有打過仗？誰跟你有感情啊？訓練也沒有過，誰有感情啊？你就對他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多好啊！大家還能有點知遇之恩還行。結果你他媽判俩死刑，你說這不是傻逼嗎？效忠朝鮮对金胖子，朝鮮我再說一遍，不要比較朝鮮，朝鮮的衣食住行都他媽是因為金胖子給的，金胖子跟中國有交情，中國給了朝鮮衣食住行，沒有金胖子跟中共國的關係，朝鮮當天就他媽餓死，沒有電，沒有能源，這一個國家得死1多萬人。朝鮮多山地，連食物都沒有，活都活不下來的一波人。所以那個國家為什麼去冒死？不是什麼，是因為所有人能活下來，是因為有一個金胖胖的傻逼跟習近平有交情，所以中共才援助這個國家。一個國家的人都是寄生蟲，不要拿任何朝鮮的事跟中共比。再說一遍好嗎？不想重複了不要去拿這些東西，你認真一點看就行了。兩個國家的存在樣態都不一樣，你拿它有什麼可比性呢？好吧